品味很差又败家，但是陈奕迅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呢？据说呀，他1小时能够花掉80万。据说呢，陈奕迅辛苦开巡演赚的钱呢都不够他买包包的。据说呢，陈奕迅那栋价值2.3亿的豪宅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。全世界的粉丝都在问，陈奕迅是不是被下了降头啊？这么一个又丑又败家的女人，到底凭什么能够把歌神吃得死死的呢？很多人以为呢这是老实人被恶女拿捏的悲剧啊，但是我始终认为啊，在这段关系里，陈奕迅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，徐浩莹呢才是那个在他人生崩盘时啊单手把他捞起来的定海神针。故事开头呢并没有那么的不对等。1995年呢，在赌王之女何超仪的这个聚会上呢，21岁的徐浩莹撞开了陈奕迅的心门。那时候徐浩莹啊那可不是什么丑小鸭，她是旋风小子里的珍珠啊，是刘德华 MV 里御用女主角，有一张极具辨识度的高级脸，性格是又酷又拽，是当时港圈最流行的型格女。而那时候的陈奕迅呢，还是个刚刚选秀出道，发型老土啊，没有什么名气，被英皇公司逼着穿西装的小胖子。这论咖位，当时女强男弱，这徐浩莹看上他呀，纯粹是图他这个人真诚有趣。然而呢，随着陈奕迅才华的爆发，两人的位置呢开始了倒置。他是冉冉升起的天王，身边围绕着鲜花掌声，还有像杨千嬅这样才华横溢的红颜知己。而徐浩莹呢，渐渐成了那个脾气火爆、只会花钱的附属品。2011年啊，矛盾爆发了，媒体那是铺天盖地的报道陈奕迅和杨千嬅在夜店买醉的绯闻。性格刚烈的徐浩莹二话不说，直接夺门而去，提出了分手。如果没有后来那场意外，这俩人呢，或许真的就是相忘于江湖了。但是命运呢，总喜欢在最残忍的时候考验人性。2022年呢，这个陈奕迅在中国台湾举办了校园演唱会啊，因为太嗨，他一脚踩空了，从舞台上重重的摔了下来，下体卡在了舞台边缘，身受重伤。远在中国香港的徐浩莹听到消息之后呢，疯了一样的赶去医院，但当天呢，飞往台北的航班啊全部爆满。这时候呢，徐浩莹做出了一个让陈奕迅记得一辈子的决定，他托关系啊坐上了一架货运飞机，没有座位，没有空乘，他就挤在那个堆满货物的机舱里啊，在一片漆黑和巨大的噪音中颠簸了一路，飞到了陈奕迅的身边。当陈奕迅在病床上醒来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风尘仆仆、满脸焦急的徐浩莹。那一刻呀，什么绯闻，什么吵架，什么性格不合，全都是烟消云散了。他明白啊，谁才是那个能够陪他走过鬼门关的人。然而呢，考验并没有结束。2003年，陈奕迅的父亲啊，时任香港防务署的这个总工程师陈求大被指控是受贿、锒铛入狱。这对于从小视父亲为偶像的陈奕迅来说呢，无疑是天塌了。父亲名誉扫地，更现实的问题是钱。为了帮父亲打官司，需要支付高达600万港币的保释金。那时候陈奕迅呢，虽然说红了啊，但是还没有赚到太多的钱，加上之前的挥霍呢，手里的现金根本是不够，他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在这个最无助、最缺钱的关头，那个平时被大家骂只会花钱的徐浩莹干了什么呢？他默默地拿出了一张银行卡，塞到了陈奕迅的手里啊，那是他出道以来攒下的200万的私房钱，是他的全部身家。这一刻呀，所有的败家人生呢都成了笑话。一个愿意为你掏空积蓄，愿意陪你承担家庭耻辱的女人，花点钱买包怎么了？2014年呢，陈奕迅遭遇了事业低谷，与银行约满，面临着被雪藏的风险。也是徐浩莹陪在他的身边，度过了那段无人问津的日子，并为他生下了女儿陈康迪。正是因为有了徐浩莹这个大后方，陈奕迅呢才能够心无旁贷的转型，写出了《浮夸》和《10年》这首传世金曲，一步步登上了歌神的宝座。所以啊，当媒体后来疯狂的攻击徐浩莹丑、土、败家的时候呢，陈奕迅的反应啊，永远是护妻狂魔。我跟老婆婚姻有什么问题，关你们屁事，对不对？在陈奕迅那首《床头长尾》里啊，他唱到徐徐入眠沉睡，徐徐入眠没眼泪。这里的徐徐呢，指的就是徐浩莹。他比谁都清楚啊，自己是个极度感性、脆弱，甚至有点神经质的艺术家。他需要徐浩莹这种像岩石一样坚硬稳定，甚至有点钝感的性格，来帮他抵御外界的风雨。徐浩莹呢，就是他的锚。所以啊，那些盯着徐浩莹花了多少钱、穿的有多丑的人呢，根本就没有看懂这段婚姻的本质。在心理学上呢，这种关系啊，被称为是互补型依恋。陈奕迅呢，很可能是焦虑型依恋啊，他敏感情绪化，需要大量的爱和确认。而徐浩莹呢，则是典型的安全型，或偏这个疏离型。他内核强大，情绪稳定，做事果断。当焦虑遇到稳定啊，前者呢会从后者身上汲取到巨大的能量。徐浩莹的强势和自我，在陈奕迅眼中呢，恰恰是让他最安心的保护色。对一个年入过亿的天王来说啊，花几个亿买楼，花几百万买包，那是沉没成本，也是情绪维护。这笔钱花的太值了。因为在这个虚伪的名利场里，能够找到一个肯做伙计来救你，肯掏空积蓄来帮你，肯在你被前夫所指的时候呢，依然站在你身后骂回去的女人，概率比中彩票还要低。婚姻的纽带呢，从来不是只有甜言蜜语和郎才女貌，真正的生死契阔呢，往往发生在那些最狼狈、最绝望、最无助的时候。而在那些时刻呢，那个愿意为你托底的人，才有资格去享受你人生高光时刻的所有荣华富贵。